Hello，大家好，我是不随的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会教大家如何在 IB 盈透证券上面呢介入年利率只有2.2%的日元来进行投资。你可以将借出来的日元呢兑换成美元，然后呢去投资美股，或者是说呢你可以把钱领出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也会实际的示范要如何在 IB 盈透证券里面进行换汇，那怎么换比较划算，手续费又要如何计算？那这期影片我也会跟大家进行分享。那在 IB 盈透证券上面进行手动换汇，那它的手续费啊，最低可以低至100万分之8哦。那你知道吗？巴菲特在2023年到2024年之间呢，他有借日元然后来投资日股。那时候呢，巴菲特借出来的日元啊，那个利息大概只有1%左右。那有人就会询问说，那我们一般的散户投资人能不能跟巴菲特一样，我们也去借这种低利息的日元，然后来投资像是美股啊，或者是我把它换成台币，然后来投资台股呢？答案是可以的。那像是我自己就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那我就可以轻松的借出日元，然后来进行这些操作。那这边要提醒大家，券商他会借钱给我们，代表说呢，他是拿我们账户的资产去进行质押，他会计算出我们可以借多少钱出来，并不是无条件的借钱给我们哦。而且呢，借钱啊、质押是有风险的，请大家要量力而为，千万不要借过头了。好，那要在 IB 盈透证券里面借日元出来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 IB 盈透证券要如何进行换汇哦，因为操作是一样的。首先的话，一般投资人开 IB 盈透证券的账户，基本上有2种账户可以申请，一种叫做现金账户，另外一种叫做保证金账户。那现金账户就是你有多少钱，你就只能做多少事情。那保证金账户的话呢，才可以融资哦，才可以借日元出来。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简单手动换汇。那简单手动换汇的话呢，不管你是现金账户还是保证金账户都可以使用。好，那要怎么使用呢？首先的话呢，就是你要有 IB 盈透证券的账户，然后呢点击我下方的官网连结，然后呢登录进来。那登录之后呢，你就来到这个画面。那这画面当中的话呢，左边这边你可以看到你的账户的一个净资产是多少。那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你账户的资产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呢，它的一个涨跌幅。然后你可以将你的账户的资产呢，去跟其他的一个指数去进行比较。好像我这边就是比较标普500指数。好，那接下来我们点击持仓。好，点击持仓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这边我账户当中呢有投资了什么样的标的。那再往下滑，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现金持仓。那现金持仓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的日元就是 JPY，它的金额是负数的，就代表我跟券商借到钱了。那请问我跟券商借了多少日元呢？答案就是163818日元。然后呢，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是正值的，那正值的话呢就是没有跟券商借到钱。好，那我这边的话呢，就是我借16万日元出来，然后呢换成美元，然后来进行投资。那这16万日元它的利息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看到 IB 盈透证券官网就有写到，现在的话呢，如果我们是进行融资日元的话呢，然后呢我们的交易量没有很大很小的话呢，那大概我们的融资利率就是2.056%。然后呢，如果我们借的日元比较多的话呢，那它最低融资利率可以来到1.056%，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如果像是巴菲特啊，他借日元出来的话呢，那我相信他的融资利率啊，大概也是1%左右。好，那要如何换汇呢？很简单，第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上面点击交易。然后呢，点击兑换货币。好，那点击兑换货币之后，你看到这个界面，那左边这边的话呢，就可以输入我们想要交换的货币。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币种我们就选择美元。然后呢，我想要把它交换成英镑好了，我们这次交换成英镑。那我们这边输入10，那就是我们可以用10美元换到大约是7英镑左右。那这边就有一个汇率在这边，好，大家可以进行参考。好，那下面这边的话，我们就点击预览。你可以看到说，这次交易完之后呢，我原本的美元的现金是1153，就会掉到1143。然后呢，英镑的话呢，就会来到7.55英镑到9.37英镑。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那主要就是因为 IB 盈透证券，如果你进行一个手动换汇的话呢，它是有交易手续费的。我们来看一下官网这边，官网这边就有解释，如果我们每一个月的交易额，你如果在10亿美元的交易额之下，那我们的佣金是多少？是0.2的基点。那基点是多少？基点就是1/1000，所以0.2的基点就是10万分之2。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进行那个换汇的时候呢，你只交易了10万美元的价值的话呢，那你的手续费就是2美元。那如果你交易的是1万美元的话呢，那10万分之2的一个交易手续费
虽然好像是只要交0.2美元，但是呢，它有一个最低交易手续费，所以呢，你还是最低也要交2美元的手续费。那随着你的交易额如果越来越大，可能到了5亿美元的话呢，那你的交易的费率的话呢，就是100万分之8哦，是非常的小，而且呢，它的最低交易佣金的话呢，也只要1美元哦。所以如果你的交易量非常的大的话，那其实使用 IB 银通证券，你的手续费真的是非常的低。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下单界面，那我们确认 OK 之后呢，我们就点击提交。好，那点击提交之后，它会跳出这个警示，这个警示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一个快速的手动换汇，其实就是呢，我们提交了一个外汇的市价单到市场上面，然后来进行成交。好，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就点击接受。我可以看到它马上就成交成功了，因为我们就是用市价单进行交易嘛，那我们就点击确认。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投资组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换了多少英镑出来，大概是7.5英镑。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更进阶的一个换汇方式。我们刚刚不是用市价单进行换汇嘛，就是那个简单的一个手动换汇，它就是一个非常快的市价单换汇。那能不能用限价单来进行换汇呢？就是我们设定一个我们想要成交的价格，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订单挂在那边，然后等到价格到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成交。能不能？答案是可以的。但是在使用这个方法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个东西，那就是货币对。首先的话呢，大家知道吗？各国货币之间它是没有一个绝对价值的。以前呢，还有叫做金本位，就是说呢，你可能1美元可以兑换几克的黄金，或者是呢1块新台币可以兑换几克的黄金。那个时候呢，就是以黄金为一个绝对价值，那个货币之间呢就有一个绝对值。但是现在呢，早就已经去除金本位了。那去除金本位之后呢，现在货币之间呢就只剩下相对价值。不过呢，大家还是以美元为主啦，因为美元就是全世界通用的货币嘛，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什么美元兑换新台币兑多少啊，或是美元兑换日元兑多少啊，来评断其他国家的一个货币的价值。那我们常看到的外汇交易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以物易物。那什么叫做以物易物呢？就像是你口袋里面装了一堆美元的钞票，然后呢，走到了外汇交易市场当中，你想要换一些日元出来，这时候呢，你就要找到另外一个人，他手上也全部都是日元的钞票，然后你跟他讲说呢，我可以拿一些美元跟你交换一些日币出来吗？我想要去日本旅游啊，那对方呢就会拿他的日币跟你的美元来进行一个交换，那这就是外汇交易市场他们大致的一个模式。那到底什么是货币对呢？那我们就来上面这边先搜寻一下。好，那我们在上面输入 USD.JPY， 然后我们点击 Forex， 那就是外汇。然后我们这边找到这个，我们把它点击进来，这个就是货币对。你可以看到这个货币对呢，基本上它呈现的方式就是旁边是一个货币，然后呢中间的话呢可能会是斜线或者是逗点，然后呢再来就是另外一个货币在右边。那这货币对要怎么念呢？那这货币对就是念美元对日元。所以呢，如果你看到这边，货币对是美元对日元等于163，就代表说呢，1块钱的美元可以换163的日币，这两个是相等的。那外汇对呢，要比较容易记住的话呢，你就记左边的这个货币呢，就是基础货币，也就是商品。那右边这个货币呢，就叫做报价货币，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叫做计价货币都可以。那我们进行买卖这个货币对的时候呢，主要就是买卖左边这个商品。那如果我们买入这个美元对日元的货币对的话呢，就等于是我们买入了左边这个商品，也就是我们买入美元。那如果我们卖出这个货币对的话呢，就是卖出左边这个商品，也就是我们将美元卖出去，然后拿日元回来。好，那我们示范另外一个货币对，就是美元兑换港币。那我们点击价之后，你就会看到美元兑换港币等于7.8。那我想请问你，如果你手上都是港币，现在这个时候呢，你想要将港币换成美元，那这个货币对你应该要点击买入还是卖出？再给大家3秒钟作答，3、2、1。那答案当然就是买入嘛，因为你买入的话，你就是买入左边的这个货币，也就是你可以用7.84港币就可以换到1美元。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美元兑换日币。好，那如果你现在呢想要借日币，然后呢换成美元的话呢，我们这边就点击买入。好，那点击买入，假设我们想要买100美元出来，那我们就点击好这边选择100美元。然后委托单类型我们就选择限价单就好了，因为如果你选择市价单，那就跟我们刚刚最早介绍到的简单手动换汇是一样的。那我们这边就选择限价单，然后选择限价单之后呢，这边可以选择限定的价格。那价格你到底要选高还是选低比较好呢？好，因为现在呢是163日币可以换成1美元。
所以如果你觉得呢日币之后会升值的话呢，那你这边就可以选择160日币，然后呢兑换$1。那这样子的话呢，当然现在是不会马上成交了，因为别人他想要卖$1的货币给我们的时候呢，他是想要163的日币嘛，但我们现在只愿意出160，那当然就不会马上成交。好，那我们这边就先挂160，因为我觉得日币可能会升值所以我们这边就先挂160，然后后面有效期限的话呢，就选择取消前有效。那我们这边就点击预览。然后预览就可以看到，这次交易的话呢，它的交易佣金也一样是$2。不过这$2的话，它就会换算成我们这次交易的那个币别，也就是日币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计算。然后我们这边就点击提交买单。好，那我们委托单就已经提交出去了，我们这边就点击到。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委托单，我们上面点击交易，然后呢委托单以及交易，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所提交出来的委托单，它现在是还没有成交的。但是如果你想让它快点成交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这边点击修改。然后呢，我们这边可以将它的价格给提高一点，像是现在163.8嘛，那我们就写164好，那也就代表说呢，我愿意用164日币呢来换$1进来。好，那我这边就选择确定，提交修改委托单，那这样应该就可以马上成交了。OK， 我们按确定，我们看到它订单已经马上成交了，已完成。好，那我们这边点击投资组合。那你看到这边，你可能会说，奇怪，为什么我的美元还是1141？那主要就是因为系统还没有更新。我们这边点击重新整理。好，你可以看到现在美元的话呢，就有$1239了，那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借日元，然后换成美元出来咯。好，那这边的话呢，大家如果还想要看那种详细的交易明细的话呢，可以点击交易，然后这边有委托单以及交易，那我们这边点击 Trade。那你就会看到我们刚刚的交易。那我们看上面2个交易，我们刚刚一开始不是有进行英镑的换汇吗？就是我们将美元换成英镑，就是将$10换成7块英镑出来。那这个的话呢，就在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委托单在这边？然后它的费用的话呢，也是写在下面这边，它的扣除费用就是$2。那另外一个交易就是我们刚刚所交易的现价单，我们买入了这个美元兑日元的货币对。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数量的话呢，就是100。然后它成交了，价格在旁边这一边。那我们总共买进了16383日币，然后呢，手续费的话呢，在下面这边是327日币。好，那以上这2种方法都是进行手动换汇操作，不管你是现金账户还是保证金账户，都可以进行这样操作。不过如果你是现金账户的话呢，你是不能借钱的。也就是说呢，假设你的日元是0的话呢，你就不可能用日元去换美元出来，只有保证金账户才可以借钱出来。因为券商呢，它会衡量你账户当中的资产，然后呢来肯定出，它可以借多少钱给你。那如果你是保证金账户，你有跟券商借钱，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参数。好，我们来看到所有账户下面这边，然后你把这个账户这个净资产把它点开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剩余流动性。那这个剩余流动性，它的意思就是账户当中的含贷款价值的资产，再去减上维持保证金。那如果呢，这个剩余流动性变成0或者是负数的时候呢，那券商就会随机的找你账户当中的仓位来进行卖出，然后来平仓。所以大家借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一个数字。那有另外一个比值，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衡量说，你现在账户到底是安全还是危险的。那就是保证金的缓冲率。那保证金的缓冲率的话呢，就是分子是剩余流动性，然后分母的话呢就是净清算价值。那如果这个比例呢小于10%以下的话呢，就代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如果到0的话呢，就会被券商进行强制平仓的操作。那建议大家这个保证金的缓冲率呢，最少要维持在20%以上，会比较安全哦。以我现在账户的资产，你可以看到我的剩余流动性大概是$43000左右，那我的账户的净资产大概是$10万左右，所以呢，我的保证金的缓冲率大概是40%。那40%的话呢，就代表说呢，我账户其实是蛮安全的。好，那我们前面介绍到的2种换汇方式都是手动换汇，但有没有自动换汇呢？当然就是有的。假设呢，你是一个保证金账户，然后呢，你账户当中完全没有日元。然后呢，你去购买日股能不能成交？答案是可以的。这时候呢，券商就会衡量你的账户的资产，然后来判定它可以借多少日币给你，然后让你去购买日股。所以如果你是保证金账户，你直接去购买日股，然后呢，刚好你的额度也是够的，那券商就会直接借日元给你。但是如果你是现金账户的话呢，那券商它就不会借日元给你，它会自动的将你账户当中的基础货币，假设你的基础货币是美元，它就会将美元换成日币，然后让你去进行购买哦。然后这个自动交易的手续费的话呢，就是0.03%，会直接从你的报价当中进行扣取哦。所以我们要如何借日元来换成美元呢？
很简单嘛，就是买入我们刚刚的货币对，就是美元对日元的货币对，然后呢，让你的账户当中的日元变成负值的，那就是有跟券商借日元出来，然后换成美元，然后接下来你再去买美股，那就 OK 了。那借低息日元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的呢？第一点就是借日元的话呢，当然是有融资的利息的。那 IB 通证券的日元融资利息目前是1%到2%之间。那有些人会把日元借出来换成美元之后呢，然后来购买美债，像是美国1年到期的短期公债，目前的到期收益率呢有4%，中间的话呢就相差2%，然后来进行一个套利的交易。但是这个套利的交易的话呢，当然还是有风险的，那就是我们要讲到的第二个注意事项，就是汇率的风险。如果你借日元出来，然后换成美元，然后来买美债，然后来想说中间的话呢，这个利差有2%，然后认为这样就是一个无风险的一个报酬，其实是不对的。假设你在2021年你介入了100万日元，然后换算成美元，那时候呢你大概可以换到9000美元，然后你将这9000美元呢就放着，完全没有投资。然后到2026年的时候呢，你要还这100万日元，你要拿多少美元去兑换？你只要拿6100美元。就可以兑换出100万日元，然后将这个日元的负债给还清了。那这就是汇率的一个差异。那这个状况呢，主要是因为日元呢，它是属于持续贬值的状况，所以呢，你可能还的本金，反而变得比较少。但是反过来就会变成很大的危机了。如果日币呢，它在过去这5年它是持续增值的话呢，那我们借出来这些钱，就算呢你拿去投资美股，你有赚到钱了。但是呢，你还回本金的话呢，可能还不够哦。货币之间的套利交易并不是无风险的哦。好，那我们借日币，然后换成美元，然后这些美元可不可以领出来呢？答案是可以的。我们点击这边，点击转账以及支付，然后我们点击转账资金，然后我们这边选择我们自己的个人账户，然后点击取出资金，然后选择我们之前所创建的一个取款方式。好了，这边你可以看到2个数值，上面这个叫做可提取现金含保证金贷款，就是包含券商愿意借你的钱。那下面这边就是可提取现金不含保证金贷款，就是你现在账户当中有多少现金。所以这时候呢，如果你领美元出来，你可以一次领1万美元出来嘛。那这1万美元出来的话呢，当然里面就有包含券商要借你的钱。因为我们这个账户当中，我们刚刚不是看到，我账户当中的美元现金只剩下多少？只剩下1000多美元嘛。所以如果我们直接领1万美元出来的话呢，那就代表说呢，我有8到9000美元的现金呢是跟券商借的。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画面。好，我们点击投资组合。然后点击持仓，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金。你看到我们现在美元不是1200美元吗？那这时候如果我们领1万美元出来，那我们的美元现金就会变成负的8000，那就代表说我们跟券商借到美元了。那这时候呢，这个美元是负值的，它就是用美元的利息来进行计算的。那美元的融资利息目前是4%到5%之间，是比日元的融资利息还要高出非常的多。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的美元已经变成负值嘛，我们就领1万美元出来了。那我们美元现在是负8000的话呢，要怎么做呢？那很简单嘛，就是我们买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货币对，就是美元兑换日元的货币对，然后我们可以买入大概8到9000美元的货币对，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美元就会变成正值的，然后呢，负值的部分的话呢，就会变在日元上面。那这时候呢，我们缴利息就只要缴日元的利息就可以咯。好了，以上就跟大家分享在 IB 通证券上面要如何借低利息的日元来进行投资交易，以及 IB 通证券要如何进行简单的换汇操作。那如果你有其他疑问，你可以加入我们 IB 通证券的中文交流区。你有使用券商上面的疑问，可以在上面进行发文留言。那边有非常多的美股老司机，还包含我自己，都会在那边回答大家的问题哦。那如果你还没有进行 IB 通证券的开户，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教大家如何快速的开 IB 通证券的账户。就算你是完全的美股新手，也可以快速的上手。好了，最后的话呢，我们来进行一个 QA 的快问快答。好了，第一题就是呢，买美元兑日元的货币对，那我们到底会买入什么东西呢？那答案就是呢，我们会用日币去换美元出来。那第二题就是为什么美元兑日元的货币对成交之后却没有看到货币对的持仓呢？那答案就是呢，一般情况之下呢 ，IB 的系统会将交易分类分成货币转换。那成交后呢，只会看到改变的美元以及货币的真实现金的余额，并不会再去设立一个新的虚拟货币的持仓哦。那第三题就是呢，手动换汇所产生出来的2美元的佣金会从哪一个币别进行扣除呢？那答案就是会从你货币对当中的计价币别进行扣除。好，那第四题，借出来的日元可以去买美股吗？答案是可以的。那第五题，借出来的钱可以进行提款吗？答案是可以的。好了，如果你有其他的疑问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社团当中进行提问哦。好了，我是不觉得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好，我们来讲一次。好，那我们
好，那要进行 iBIN 投资券的借日元，好，那要再好，那如果那要借日元出来，好，那如果想要，好，那要先了解，好，那要了解如何借日元之前，我们要先了解